大家好，欢迎回来。在上一集我们做了简单的财务分析，得出了一个相当具有颠覆性的结论，就是文昭的社群王国在净利润上可能已经超过王志安的流量帝国。这个发现很有意思，对不对？但是钱呢，它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这个发现把我们引导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因为这个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两种不同商业模式的较量，到底孰优孰劣。文昭跟王局两个帝国分治将会把海外中文互联网带向何方呢？欢迎来到我们三部曲的最终章终局推演。先搞清楚一件事情，文昭的利润之所以会高过王志安，是因为假设他的会员转换率会更高一些，这个不是随便猜的，这是商业模式的根本性不同所决定的。这个就引出文昭商业模式的底层逻辑，信仰漏斗跟激情经济。王志安的商业模式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将流量通过油管来变现， YouTube 是他商业模式的核心，在推特引战是他引流的手段。文昭的人设是谦谦君子，他回避争议，推特上极不活跃，很少发言。油管他的主频道用来讲时事，副频道讲奇闻异事，两个频道都超过100万的订阅，他本人手里就攥着巨大的流量。讲奇闻异事的副频道充当导流的渠道，主频道用他自创的核心理论来尝试理解这个世界，算是免费的产品演示。而最终呢，所有的流量都被他引导到他的个人网站，转换成付费的会员。文昭的个人网站才是他商业模式的核心，这一点跟王志安有根本性的不一样。在网站付费这个动作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信仰的皈依，他把一个普通的视频观众最终演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信众，把观看视频跟付费变成的是对于他们共同事业的一个供养。文昭的网站上已经聚齐了一群铁杆粉丝，这意味着什么？基本上每一年文昭都能够轻松锁定总收入的一大块，直接是来自于年付的会员费。这个揭示了他商业模式最可怕的优势，稳定性。就算油管明天消失不存在了，文昭的思想王国依然能够健康运转，它的损失不会大。这道由网站年付会员构建的财务护城河坚不可摧。但是王志安是完全不一样，他的广告收入是极不稳定的，因为流量啊、黄标啊、算法呀，样样都不省心。只要任何一个元素发生变化，比如说网站突然间当机，或者是突然间改变了算法，或者突然间对于王志安这个品牌油管给予打击，各种不同的黄标，任何一种事情发生，流量帝国都可能会面临彻底崩盘的危险，他的整个团队就只能喝西北风了。我们看到3月份王志安遭遇恐怖前期的这个恐袭事件打击，会员数量遭遇了断崖式的下跌，损失极其惨重，负面的影响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完全的消除。这件事情其实就暴露了他商业模式的显而易见的重大风险。好了，我们讲完了这个商业模式的区别之后，再来看一看更深层次的差别。其实说到底，两个人最关键的区别在于，文昭的影响力模式是强化信仰与共识。他给我的感觉呢，文昭更像是一位思想的助词，他的工作是完善教义、答疑解惑。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自创的那样一套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的理论框架，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变化，它都能够用它那一套历史的韵脚、天道、成父这些不变的道来解释万变的术。这样一套自洽的理论为文昭的追随者提供了巨大的确定性，他的节目越来越像是经文解读，在会员直播当中，他更像是一位精神导师，回答着关于什么人生啊、家庭啊、个人修养的问题。所以你们看出区别了吗？文昭他其实已经不再是点评或者是分析新闻了，他是用自己那一套理论体系来解释这个世界。本质上，文昭其实相对于王志安来说，他已经上升了一个维度。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文昭是文教主在潜心布道，而王菊呢，他还在苦哈哈的做搬运工，做生产线，还在开启民智，让大家不要迷信权威，要破除对于法轮功这些套路的迷信。所以这个就从根本上注定了文昭的会员转换率是肯定会显著高于王志安的。从商业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是在讲新闻，另外一个是在布道，这两个人不是同一个维度的竞争。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文昭他给自己塑造的人设是谦谦君子，是精神教主，所以面对外界的纷纷扰扰的各种类型的纷争，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一概保持战略性的沉默，他几乎从来不卷入任何的论战，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例外哈。台湾官选风波期间，眼看着王志安被所有的人围剿，却越挫越勇，文昭实在是忍不住在节目里面暗示王志安就是大外宣，看起来那一次他应该是真的着急了。但是大部分时间文昭深知一个道理，就是一旦下场护师，就会破坏自己智者跟君子的人设。他的会员网站就是一道防火墙，把所有的噪音，把所有的纷纷扰扰都隔绝在外。他用10年如一日的耕耘，实际上给自己挖了一条又深又宽的护城河。这些就是为什么他的净利润会远超王志安的根本原因。好了，我们分析完了现状，两个帝国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两种商业模式的对决，核心问题是未来谁更能够抵御风险呢？其实我们刚刚的分析已经指出了王志安商业模式的一个弱点。除此之外，王志安想要构建什么？他想要构建的是海外华人媒体的 CNN。作为中国首席调查记者，王记者他的野心显然不会只满足做一个成功的 YouTuber， 他想要做的必定是建立一个真正的能够商业化运作的新闻媒体机构。这肯定是一个辉煌的梦想，但与此同时也是一个相当脆弱的梦想。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辉煌的梦想有3个致命的阿克琉斯之种。第一个风险是个人品德的风险，整个的媒体帝国是建立在王志安这个 IP 之上的，这个是最大的风险。无论是台湾官选风波，还是恐怖前期家暴疑云，其实都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王局的个人言行稍有不慎，很容易引发舆论的海啸，很容易翻车。未来一旦出现更严重的诚信危机，比如说被证实捏造新闻或者是收黑钱等等，那他的媒体帝国一定会万劫不复。所以呢，要去除这个个人 IP 的风险，就必须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去王志安化，把个人的 IP 转换成一个成熟的商业品牌，真正开始打造记者或者是评论员的矩阵，让新人在这个新的商业品牌的号召力以下进行采访跟评论。其实文昭的副频道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散风险的思路。第二个风险就是竞争者的风险。其实流量广场这个王权不会永远恒定不变。这2天我在 X 上面做了一个民调，结果显示王志安仅仅只比柴进领先了 0.6 个百分点。这个信号其实蛮有意思的。虽然我们一直在说柴进卖的是奢侈品，王局卖的是日用品，两者的市场不同，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王志安所用的这个热点加评论的这样一种模式，虽然性价比是很高，但其实也意味着门槛相对比较低，很容易被更犀利更有魅力的新版的王志安复制和取代。比如说柴进，他这个品牌代表了在新闻专业主义上超越王志安的可能性。一旦他愿意，他是可以跨界来抢夺王志安的这个市场份额的。其实甚至都不需要出动柴进这个大品牌，我看就连二大爷如果他愿意，他都能够抢你王志安的流量跟地盘。第3个风险是观众的审美疲劳的风险。持续的引战跟对立，短期当然会有效，在长期呢，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新一代的观众00后的观众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他们会厌倦了王志安，转而想要寻求一个新鲜的面孔呢？所以王志安的未来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他必须在个人的品牌号召力耗尽以前
尽快建立起一个能够脱离王局自行运转的媒体矩阵。其实礼听这个事儿，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给王局敲响了警钟。好了，现在我们讲完了王志安，来看一看文昭。信息茧房肯定是封闭社区最大的问题，长期只接受一种声音，很容易会丧失批判性，走向偏执跟极端，与外部世界脱节，这还是个小事儿。我想追随者对于文昭的信任是因为有近乎完美的君子跟智者的人设，但是一旦人设塌方，出现任何个人道德方面的瑕疵，比如如果某人拍到文昭跟小三出入情侣酒店，类似这样一种事情，有可能会对于他的这个社群王国造成重大打击。但其实我想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接班人的难题，文昭之后谁来继承？要找一个跟他同样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接班人，这种人选的出现其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没有了文昭之后，这样一个王国它注定会分崩离析，完全失去活力。传承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人亡政息基本上是笃定的结局。其实王志安跟文昭还共同面对同一个风险，那就是政治风险。他们各自选择的商业模式其实也是不同的风险管控的策略。王志安的广场模式是用噪音来换取安全，争议不断，声量巨大，任何一种针对他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变成影响颇大的国际新闻。而他那句不反共也是一层虽然脆弱但是有用的护身符。而文昭的这个寺庙呢，是用隔绝来换取安全，他的社群比较难渗透，他的内容比较偏向学术化，避免了直接的街头煽动，这个也帮他降低了敏感度，降低了热度和风险。不同的选择背后，也是海外异议人士在地缘政治压力底下选择的不同的生存艺术。我们今天解构了王志安的帝国跟文昭的寺庙，看起来海外中文互联网已经分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开放但是混乱，一个是封闭但是有序。王志安的流量帝国代表了一种入世的哲学，文昭的社群王国代表了一种出世的智慧。他们不再是直接面对面的竞争者，他们是差异化的，他们是两种价值观的化身，也是两种不同的生存策略。这样一种分裂，一方面是多元化的体现，但是也会加剧网络的巴尔干化。不同的部落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信息孤岛里面，互相敌视，没有办法有效对话。这个会不会重演海外民运圈几十年以来这种内斗跟分裂的老路呢？我们暂时先不去考虑这些头疼的问题，看完这些无聊的商业分析之后，让我们跳出来，进入一个更宏大但是也更有趣的金庸的武侠世界。如果说海外中文的油管圈是一个江湖，那么三部曲当中我们谈到的这四位柴进、崔永元、文昭跟王志安，无疑就是站在华山之巅的绝顶高手。今天艾森就斗胆为他们来一场论剑油管之巅。金庸江湖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武功与道义的统一。这里的武功指的是影响力、流量加上他们的说服能力，而道义的话，则是他们各自坚守的价值立场与叙事的核心。首先第一位东邪，我觉得应该是柴进，他自成一派，一世独立，代表作就是他的桃花岛，精心构建，美学极致。他不参与江湖日常的纷争，但是一出手就是石破天惊。东邪的邪智不仅关乎善恶，也有不容于世俗礼法的意识。柴进他遵循的是一种近乎苛刻的专业主义跟人文主义的自我之道。外界的毁誉，比如有人批评他拿外国基金会的钱，有人批评他在土家野夫的争议当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等等等等，这些对于他而言都是浮云。他的武功是玉箫剑法，精准优雅，穿透力极强，能够点中时代的穴位，就好像他关于雾霾的纪录片一样。而北丐，我觉得是王志安，天下第一大帮之主。他的王局拍案拥有巨大的流量、巨大的观众基础跟影响力，堪称油管江湖的第一大帮。
洪七公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虽然是贪吃也好玩，但是大节不亏，心怀天下苍生。王志安的风格虽然带有浓郁的商业气息跟个人色彩，但是其核心关切依然是公共事件、社会正义跟新闻真相。他介入的是最接地气的江湖纷争。王志安的武功是降龙十八掌，刚猛直接，威力巨大。他不玩虚的，直面问题核心，用事实和他非常高的采访技巧，一掌一掌趴下去，势不可挡。在公共舆论场上，这是最有效、最具杀伤力的阳刚武学。我想很多人，包括土家野夫啊、大眼个啊、雪花三剑客，都曾经感受过这套降龙十八掌的威力。南帝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文昭。南帝从庙堂到江湖，由帝王变宗师。文昭他也曾经不得不把中文时政的宝座让给王志安。文昭的论述常常是始于帝王之术的分析，最终落脚于对于文化、信仰、个人修为，也就是宗师之道的探讨。他的理论融合了西方入世的知识与东方出世的智慧，某种程度上的确算是自成体系的一代宗师。文昭的谈古论今就是用他的一阳指心法专门用来点化跟疗愈那些在思想上感到困惑的追随者。而西狂肯定是崔永元，杨过出身名门却半生流离，命运多舛。崔永元同样出身央视名门，却因为各种恩怨判出，成为一个独行侠。他身上带着前朝的烙印跟伤痕，疾病缠身。他这样一种情形，跟身中情花之毒、苦苦支撑的杨过何其神似。杨过一生的驱动力无非是对于小龙女的情，还有杀父之仇，而崔永元的行动力也几乎完全来自于个人恩怨以及一种偏执的正义感。杨过的玄铁重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崔永元的武功也正是如此，他没有王志安的逻辑层次，没有文昭的理论体系，更没有柴进的艺术加工。他唯一的武器就是他过去积累的巨大的声望跟公众的信任，这样一柄玄铁重剑。小崔他用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用愤怒、投诉、用爆料来挥舞，不讲招式，只凭一股真气，裹挟巨大的民意跟个人的威望来直接压服对手。其风格正是一个狂志。那么中神通是谁呢？在金庸的原著当中，中神通王重阳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已经逝去，是一个活在传说当中，却定义了整个江湖精神跟武学标准的标杆。顺着这个思路，艾森觉得海外华文油管江湖当中的中神通也可以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或者是正在消逝的时代，或者是理想。油管江湖的中神通可以是人人怀念的公知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的公知拥有无可争议的议程设置能力跟国民的影响力，是真正的天下第一。正是在那一个黄金时代，涌现了很多的非常厉害的人物，确立了衡量言论价值的标准，理性、证据、公共关怀跟独立的精神。那今天油管论剑的诸位与一众央视名嘴，其实他们都同时有一位人物奉之为精神领袖，这一位就是央视新闻中心评论部的副主任，东方时空的总制片人陈蒙。如果中神通一定要是一个具体的人物的话，我想这个人就是陈蒙。他代表了一种为了公共利益而发声，超越党派跟个人恩怨的理想主义。要我说的话，柴进其实是那个黄金时代最正统的继承者，王志安是时代精神的实践者跟改良者，崔永元则是最悲情的殉道者跟复仇者，而偏居边陲的文昭，他身上的法轮功标签恐怕与这些时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有网友问我说，王健他够资格参与华山论剑吗？其实油管的江湖还有很多的武林高手，比如说王健呢，比如说港台的名嘴啊，比如说五岳散人啊，比如说石头记啊，等等等等。但是武绝的特殊性在于，他们不仅仅武功高强，更重要的是他们各自都开创了一种武学流派，影响深远。那决战油管之巅这个话题非常的宏大，我个人的分析跟尝试也仅仅只是一家之言来抛砖引玉。您对于华山论剑的诸位怎么看？您觉得还有哪些油管大 V 符合
金庸武侠的某一个角色嘛？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您的观点。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不要吝啬点赞分享，也别忘记订阅爱生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的更多精彩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祝您有幸喜悦的一天，谢谢。